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蒜。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蒜です。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저는大蒜입니다。接着这部影片，我想来教大家如何分辨日语跟韩语之间的差异。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资料，去年来台旅游的旅客国籍当中，日本与南韩分别位居第1名与第3名的位置，第2名则是香港。而台湾感谢的概念在最近几个月也在日本与南韩的社群媒体上爆红。这股潮流促使了许多来自日本与南韩的旅客前往台湾观光。日韩观光客的莅临也带动了本地台湾旅游业的发展，所以在许多观光景点当中，应该不难听到许多日语与韩语的踪迹。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语跟韩语乍听之下特别相似，难以在第一时间分辨。因此，这部影片我要来教大家如何轻松地分辨日语与韩语之间的差异。在书写上，日文跟韩文才有截然不同的书写系统。日文的书写系统除了包含参考自汉字发展而来的平假名与片假名外，甚至还借鉴了来自中国的汉字。而韩文又称谚文，参考来自蒙古的88文。根据《训民正音》当中的记载，世宗大王创造谚文的灵感之一就是根据人的口腔结构所创造出来的。由于日文跟韩文所采用的是个别的书写系统，两种书写系统差异性极大，甚至可以说是毫不相干。因此，就算是没有特别学过，一般人应该也是可以在视觉上明确分辨出来的。所以这部影片我会主要聚焦在听觉上的差异，教导大家如何光从听的就可以区分出日语与韩语。虽然日语与韩语乍听之下非常相似，但其实日语与韩语之间有一些不重叠的发音。最容易辨别就是在日语当中不存在 o 的发音，而在韩语当中不存在 c h 的发音，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蛛丝马迹来辨别。此外，日语跟韩语的语序皆为 SOV 型，因此日语跟韩语在句尾皆需要借由助词来修饰整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从句尾来做区分。例如，如果一个人在句尾说出了 des mas arimasen， 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而在韩语当中则是 smida、imida、maria。以上是我个人认为这两门语言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常听到的句尾词。但是这种分辨方式马上就遇到一个很尴尬的弊端，如果这两门语言的句尾词刚好一模一样呢？例如日语的 yo 跟韩语的 yo这两个字的发音完全一样，那是不是就代表这种分类方式也已经失去了其用武之地？所以接下来我就要从这两门语言的节奏以及起伏来教大家如何辨别。为了方便大家理解，首先我想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门语言的文字发音。在日文的50音当中，除了促音与播音外，一个假名就代表一个由辅音与元音拼在一起的发音。这种书写系统在语言学上被称为音节文字，跟日文一样同属音节文字，还有来自北美的切罗基文，以及来自中国的凉山规范彝文。因为在日语当中的一个词或一句话往往包含大量音节，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讲完，所以日语的节奏是非常急促的。这点对于有学过日文的观众来说应该很有感，就像一名专业的厨师在切葱花一样。日语每一个音节的出场时间都是以毫秒计算的，讲完一个音节后马上讲下一个。也因为日语的音节后面几乎没有单独的辅音，所以日语听起来非常安静利落。这同时也是许多人认为日语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之一。今日午後6時前、大阪市都島区都島南通りで近くに住む人から2軒くらい隣の家で火事ですと消防に通報。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韩文40音的拼音系统。韩文被誉为世界上最科学的文字，因为每个字母代表着一个音，4个以内的字母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字。换句话说，只要有学过韩文40音，理论上是可以慢慢念出一个韩文的生词或一段句子的发音的。我个人也认为韩文40音比日文50音还要简单，而也正是因为如此，韩语的语速也比日语稍慢。前面讲到一个韩文是由4个以内的字母所组成，在结构上它是分为初声、母音以及终声。初声跟终声都是辅音，所以大多数的韩文最后一个音都是有辅音的，例如了、t、m、n 这些。虽然大部分人听不出来这些终声的存在，但实际上这些辅音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韩语节奏的流畅性。不过这也让韩语的音调起伏听起来比日语更加明显，所以相较于日文的沉稳内敛，韩语听起来更加活蹦乱跳，更富有情绪张力。我想这种语言的特性应该也可以进一步衍生出两国之间戏剧风格的迥异之处。同时，这也是日语跟韩语在听觉上最大的区别。
전직 대통령인 점을 고려할 때 강제 구인이 어렵다고 설명했습니다. 이에 특검은 서울구치소에 내일 오후 2시까지 윤 전 대통령을 인치하도록 接下来就进入这部影片的结论。日语节奏快但起伏平稳，韩语节奏慢但起伏剧烈。这种辨别方式对于没有日文跟韩文底子的人特别适用。希望以上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提供给大家一个可靠的方式区分日语跟韩语的差别。那不知道大家觉得日文还是韩文比较简单呢？如果来自日本或南韩的观众看到这部影片，也欢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你们的看法。如果喜欢我影片，记得订阅、评论、分享。我是导演孙维健，拜拜。